美国众议院28号表决通过拨款法案，其中含有连续第二年提供台湾5亿元的无偿军援和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对台军援不断，这一对台军事援助法案又有核心特点，值得关注。在大陆出台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法律意见后，美国的相关动作又释放何种信号？来看详细分析。 美国国会众议院28号通过向台湾提供军援的拨款法案。法案要求向台湾提供5亿美元军事融资及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并宣称要强化所谓阻吓力。外界注意到，美国2022年12月通过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至2027年的5个财政年度间，每年向台方提供至多20亿美元，共计10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此外，还授权提供20亿美元的所谓对外军事融资直接贷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法案只是授权了拨款的额度，而最终拨款的数额以及拨款的方式都由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决定。 而美国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尚未就如何处理这些拨款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这20亿美元有可能是无偿提供，但也有可能是贷款。如果是贷款，则需要分期12年偿还。此外，28号通过的拨款法案众议院版还需要送交参议院再次表决，这中间很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美国国会今年3月通过的涉台临时拨款法案，由于两院意见不一，最后的金额被砍掉至3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向深圳卫视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近期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数字的变化，从3月份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到现在上升到5亿美元，说明美国与台湾军事勾连在加强。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美台的军事这种勾连的过程当中，台湾一直花费巨额的资金向美国购买相应的武器装备，但是那个过程呢过于冗长，因此为了加速武装台湾，所以美国通过了所谓的军事援助的法案。 直接从美国的，甚至从美国的所谓的军备的库存当中给台湾提供相应武器装备，所以从这些援助金额和所谓的未来的军事贷款的金额的大幅的上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台军事勾连的大幅度的强化，并且不排除未来美台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会走向一种机制化和常态化，这一点我们值得高度警惕。 观察指出，美众议院此时通过涉台恶法的时机敏感。中方日前出台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22条意见，极大地震慑了台独势力，但美方却不断向民进党当局释放错误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6月18号，美方宣布最新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总值约3亿6020万美元，当中包括720套弹簧刀300杀伤无人机和反装甲巡飞导弹系统，以及291套 Altius 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5度对台军售，也是本月第2度。 有评论指出，结合近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针对台海局势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观计划”，也是大量使用无人机。因此，美方加大向台湾倾销无人机，将成为对台军售新趋势。那么，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相关部门通过了恶毒的相应的法律的意见，所以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有所表态，所以他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向台湾方面释出所谓的挺台的信号。那么，这与之前美国的相关官员的表态可以说是互为补充，但是我们要指出，美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就是，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方面罔顾自己的政治承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将会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遇到更大的风险与波折。那么，我觉得从长远上看，对于美国也并不有利。 中国外交官近期也多次向国际社会澄清赖清德的台独本质和台独的危害。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6号在出席法国外交与联合国协会的一场研讨会时，受邀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目前在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中国政府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把台湾的治理权重新收回来。” 但考虑到台湾民众的福祉，我们不想用武力实现这一目标，不想让台湾民众遭受战祸，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台湾治权的回归。因此，我们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然而，美国出于维持其世界霸权、维系其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目的，纵容支持台湾民进党当局搞台独，不断增加对台售武，鼓动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破坏两岸和平统一前景，造成了目前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局面。
卢沙野强调，台湾的前途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卢沙野的讲话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那这个就是赖清德他的从520以后一系列的这种冒进，这种就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赤裸裸的这个台独本质的一种讲话造成的。那过去两岸达到共识，最基本是在9·2共识，这我认为是两岸关系史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说为什么造成的，那我觉得赖清德要负责。那么岛内的反响强烈，我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我们卢大使的这番发言是非常直接，甚至非常的重。卢大使的讲话其实就是提醒岛内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提醒那些深绿台独分子，必须要认真思考，如果在台独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话，将会对两岸的目前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状态会带来多大的损伤。未来究竟如何走，才能真正的维持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两岸的统一？美国最近通过国会拨款，加大对台军援力度，您对此怎么看？最近美国国会的这些动作，尽管还有待得到参院的批准，以及与行政部门的协调，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国对台的军援或者说武装台湾的力度增大化，目标明朗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而且呢，美国这种升级是采用了2个组合拳的方式。首先呢是小的组合拳，也就是在武装台湾的组合拳上，采取了国会立法的方式及法律方式，和行政部门主导推动的具体实施方式，再加上军事部门直接落实并且辅助其具体战术技术支持的方式相互结合，加大武装台湾的力度。其次呢是更大的一个组合拳，也就是在军事上武装台湾，强化所谓台湾的军事嚇阻能力的同时呢，还对美国所谓捍卫印太安全利益并对抗中国影响力等加拨资金予以配合。另外呢，还拨了几个亿美元给所谓的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等等，企图呢以这种全方位组合性的对策来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这明显违反了中美8·17公报中逐步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的承诺。美国尽管口头上还宣称坚持一中政策，但实际上它是在掏空其具体的内容。同时，这也表明美国更希望以加强台湾自身武装力量的方式，而不是美军直接介入台湾的方式，来维系美国在印太，包括台海、南海的所谓利益。美国的这种涉台政策的两面性，似乎因为它自身实力信用度的下降更显得突出。但是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美方的这些两面表现和中方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应，本来就是中美涉台博弈的常态。美方越是有一些出格的挑衅的言行，越表明他对台海以及中美关系缺乏定力，对维护在这个地区的霸权企图缺乏信心。